大家久等啦，帮你正式带来 Galaxy Z Fold 3 5G 完整评测。这期节目也会提一些 Z Flip 3 5G 的重点，作为三星进一步推向更多使用者并有感降价的两款折叠机型，表现究竟如何？一起来看看吧。这次的评测，邦尼较多重点还是会放在 Galaxy Z Fold 3 5G 上，并且以实际体验出发。毕竟大家可能都知道折叠手机已经问世，但实际体验还是有所差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邦尼自己算是 Galaxy Fold 1代跟 Z Fold 2 5G 两代的长期使用者，折叠绝对可以说是探索类型的产品。可以看到三星在短短3代折叠产品中，尤其是邦尼这次评测的 Z Fold 3 5G。三星还是很积极的在推进折叠产品的进展，快速的将许多难以想象的技术用在折叠手机上。这边说的难以想象，并不是想不到，而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出现在折叠机种上。包含 Z Fold 2 5G 用上的 UTG 超薄可折式玻璃，萤幕触感更硬，也让萤幕更加平直。全新的铰链进一步强化耐用性跟防尘。120Hz 萤幕更新率进一步改善折叠萤幕倒装的果冻效应。两代产品间，三星基本上完成了折叠手机在 ID 上的基础建设，所以可以看到这次的折叠产品更重要的使命还是在取得产品的平衡点，并且更大规模推向一般使用者的一代机种。所以在开始前，邦尼想先帮大家复习一下，在3代 Fold 系列产品中，邦尼对书本式也就是左右折叠机种的理解。Galaxy Z Fold 3 5G 跟前两代机种一样，都有内外两个萤幕。包含外面的封面萤幕以及展开来的折叠萤幕，在实际体验中，邦尼说了两代，内外两个萤幕其实是为了两种不同的使用情境所设计。外面的封面萤幕大多是负责日常的手持操作，例如正在捷运上、走路时快速看一下等等，而内页的萤幕则是可以在沉浸式的使用场景派上用场。先来说封面萤幕，有了封面萤幕的存在，让你可以像一般手机一样使用 Z Fold 3 5G， 并不需要重新学习。而大家关心的手感，邦尼的体验跟上一代 Z Fold 2一致，虽然在折叠下的机身厚度接近两只手机，但因为左右宽度够窄，所以不论是打字或单手操作，问题都不大。尤其右侧比较薄，可以很容易的进行操作。如果是左撇子的朋友，就建议现场摸一下，但以男生手掌大小来看，应该都没问题。而里面这块折叠萤幕就跟大家想象的一样，打开来就能变成一台小平板。不过有了这块折叠大萤幕，实际体验究竟如何？这问题的答案，邦尼认为还是必须从平板说起。平板之所以成为平板，就是因为萤幕大小提供了足够的环境，造就了功能上的可能。例如在手机上剪辑绝对可行，不过使用体验会受限于萤幕大小，造成能用但你不一定想用。所以在前面两代的 Fold， 三星更多的是在节许使用及软体多功的相容性上下手。例如三星一直以来都蛮好用的侧萤幕面板，你可以把常用的 App 放在侧拉选单，下次要启动时直接拉开选单就可以快速启动。邦尼知道有许多三星使用者很少到桌面点 App， 都是靠侧萤幕选单使用，大家也可以试用看看。更重要的是，你也可以在选单中长按某个 App，接着拖拉到萤幕上，就可以在萤幕上分割画面，开启第二个 App。以此类推，最多可以在 Z Fold 3 5G 上分割3个萤幕，并且透过拖拉，你也可以改变视窗大小。最棒的是，你可以直接把2个或3个应用程式变成一组快捷键，下次在侧拉选单就可以一次快速开启3个应用程式。但还没完哦，你还可以透过视窗的方式开启 App， 只要把 App 拖拉到画面中间，就可以用视窗的方式最多开启5个分页，总共8款 App。虽然没有这个必要啦。而在视窗模式下，你一样可以拖拉视窗大小，点一下小灰条，还可以调整透明度，在开启网页记录资料上非常实用。除此之外，三星这次在侧萤幕选单加入了一个钉选的新功能，在实验室中可以开启钉选常用应用程式这个选项，你就可以把侧萤幕选单固定在画面某一侧，接着就可以像使用电脑工具列的方式快速切换 App。当然，不喜欢站一排的朋友，使用原来的侧萤幕选单也完全没问题。另外，三星也进一步利用了更大的萤幕尺寸，例如以往我们在看网页时，要看文章只能点进去跳转到下一页，现在透过三星浏览器
可以直接按住文章，然后拉到边缘，就可以在某一侧开启。在购物网站也是同样的使用逻辑。接着帮你想聊的是萤幕变大之后的改变。萤幕变大后，三星也进一步在 App 的版面效率上下手。以日历为例，如果我们在一般手机要切换选单，就必须在左侧开启选单，选择你要的功能，才能跳到下一个界面。现在有更大的萤幕后，就可以直接将显示放在左侧，也就是在一个界面中就可以看到所有内容，例如讯息、日历、Samsung Notes 都能使用。其实就跟邦尼稍早提过的一样，还是很期待更多开发者加入自适应 App 的界面更新。当支援的 App 越来越多，除了折叠手机可以用，当然也会让 Android 的平板生态更加完整。而在一些第三方 App 中也可以使用，例如 Gmail 跟 Google 相簿，左侧有快捷选单，很像使用 Telegram 可以直接切换聊天视窗，或是 YouTube 一般手机横拿时就只能全萤幕观看。而在 Fold 系列上，你可以采用左边看影片、右边看留言的显示方式，或使用三星的 Flex Mode， 可以变成上面看影片、下面看留言等等。最后帮你想提的是历经3代的 App 流畅切换，也就是 App 在封面萤幕运作时，可以随时无缝切换到内萤幕。例如站立时用封面萤幕滑 Facebook， 坐下后马上打开，用内萤幕继续滑，并且也在上一代加入了内萤幕到外萤幕的功能。例如在内萤幕看 YouTube， 突然要走，直接合起来就可以继续在封面萤幕看 YouTube。当然，如果你在封面萤幕开启2个 App， 展开后2个 App 也会无缝切换到内萤幕。在邦尼100多款 App 测试中，超过 95% 以上 App 都可以无缝切换，不支援的 App 也不用担心，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的 icon 就可以快速重启切换。更重要的是，在这一代的 Z Fold 35G， 三星也在实验室加入了自定个别应用程式长宽比的选项。例如 Facebook， 你可以根据个人习惯设定全萤幕16:9或是4:3显示比例，根据自己的阅读习惯进行选择。当然，在 Fold 系列很重要的左右分离键盘，在 Z Fold 35G 上也有。邦尼推荐大家使用这个输入模式，只要稍微习惯，很快就能上手。还有邦尼提过很多次的剪贴布功能，建议长按后拉到上面的快速选单，任何复制的内容都会暂时存在这里，只要点一下就能贴上，也是非常实用的功能。而在机身上，这次出厂时，三星就已经在内外萤幕都贴好了保护贴。其实已经过了3代，所以各家也都有推出对应产品，在选择上其实也都已经比较完整。在2款折叠新机上，都覆盖了康宁 Victus 超抗刮大猩猩萤幕玻璃，防摔跟抗刮性能都有所提升。机身采用 Armor 铝合金结构机身，折叠萤幕的耐用性则是提升了 80%。最重要的是，这次2款新机都支援水下 1.5 公尺30分的 IPX8 防水等级。接着我们看到影音娱乐 Galaxy Z Fold 35G 封面萤幕采用一块 6.2 寸 HD Plus Dynamic AMOLED 2XO 极限全萤幕，峰值亮度可达1500尼特，支援动态更新率调整，进一步达到省电。重点是这代在封面萤幕上也支援了 120Hz 画面更新率。而内萤幕则是一块 7.6 寸折叠萤幕，技术上同样采用 Dynamic AMOLED 2X， 支援 120Hz 画面更新率。更重要的是，峰值亮度达到1200尼特。而在全萤幕白画面下，邦尼实测这代的 Z Fold 35G， 轻松就能达到800尼特以上的亮度，相较起上代600尼特左右的表现，还是有感提升。尤其上到800尼特，也更能轻松应付在太阳下的亮度需求。而在显示效果上，内萤幕还是继承了三星一贯的良好显示体验，整体相当明亮通透。这代的折叠萤幕显示表现还是相当强悍。更重要的是，三星这次在 Z Fold 3居然带来了大家期待已久的 S Pen。不过邦尼之前也提到过，要让折叠萤幕支援 S Pen， 实际上不只是放进一支笔这么简单。大家都知道，三星的 S Pen 采用比较特别的电磁感应技术，常见于许多专业的绘图板，这也是 S Pen 不用充电就能使用的原因。而在折叠萤幕上的技术难点，就是要让 EMR 硬体可以折叠。毕竟折叠萤幕并不是一层萤幕在折叠，而是有非常多层硬体组成，这也造就不同材质在折叠时的特性都不同，需要让每一层间彼此相容，才能让整片萤幕在多次折叠后不会产生变形。在解决了硬体问题后，还需要强化笔迹侦测。这次三星同样跟过往 S Pen 采用的 EMR 技术伙伴 Wacom 合作，将感应层分成2块达成折叠。
透过算法计算并预测 S Pen 在左右画面书写时的轨迹。在邦尼上一次的实测中就有提到 ，S Pen 可以在折叠区域进行书写，重点是在延迟表现上非常不错。当然，有了 S Pen 的加入，也从来不只是多了一支笔，而是加入了整套三星深耕多年的各种 S Pen 好用功能。这次支援 Fold 系列使用的 S Pen 共有2款，需要额外购买。至于没收纳在机身内，邦尼认为应该还是机身空间的考量。一个是 S Pen Fold Edition， 另一支则是 S Pen Pro。两支最大的差别就是 Pro 版本支援远端蓝牙功能，例如远端拍照、遥控手势等等。两者在笔头都有针对折叠萤幕，改用软性的笔尖设计，并且在内部加入缓冲设计，避免因为大力按压造成折叠萤幕损伤。三星应该也是借由缓冲设计，让大家更能够知道且控制 S Pen 在折叠萤幕上书写的力道。不过要触发缓冲模组的力道，其实比邦尼想象的大，可以满足不小的书写压力。一般人应该都不会这么大力写字，所以可以放心使用。如果你使用的不是 Fold 专用的版本，当你把笔头碰到萤幕时，系统也会马上跳出警告。这次邦尼手上的是不支援蓝牙功能的 S Pen Fold Edition， 握持手感还不错，跟 Tab S7 系列的 S Pen 在设计上比较相近，大小也相对适中。邦尼前面有提到，三星的 S Pen 技术是不用充电就能书写，充电主要是为了支援蓝牙遥控功能，所以在使用上一样，只要靠近萤幕就会出现悬浮感应。靠近萤幕按下 S Pen Fold Edition 上的按钮，就可以启动快捷选单，例如点选建立笔记，就可以透过悬浮视窗快速在 Samsung Notes 书写。这次的 S Pen Fold Edition 一样支援感压，在不同的书写力道下，可以看到铅笔笔迹深浅不同。当然也支援倾斜书写，在书写时一样可以将手放在萤幕上写字，并不会影响。同样支援模拟音效，搭配上 S Pen 的书写体验，真的非常疗愈。如果写错了，只要按住按钮，就可以快速擦掉写错的部分。同时，在快速笔记中，你也可以调整视窗的透明度，接着你就可以参考背景的资料进行笔记，或是在绘图时描图参考等等。此外，这次的 Galaxy Z Fold 3 5G 也加入了手写辨识功能。简单来说，你可以直接透过 S Pen 在输入栏位写字，例如你可以直接在 YouTube 搜寻，写出邦尼帮你找到影片。如果有错字，你也可以用右边的悬浮选单删除文字，或是按下搜寻。如果是在通讯软体中，也可以直接写字回复讯息。当然，有了 S Pen， 所有 Samsung Notes 好用功能也都支援。邦尼也带大家快速看些重点，例如语音同步笔记功能，这功能真的非常实用。你可以在课堂或会议做笔记时进行同步录音，只要在做笔记时点击右上角的书签，开启录音功能。重点是它并不是单纯的录音，而是在会议结束后，你可以直接点选笔记的位置，系统就会把录音回到你写下笔记的那一刻。如此一来，你就能一边看笔记一边听录音，也不用为了要看懂笔记，在那边找录音找半天。当然，在 Samsung Notes， 你也可以直接开启 PDF 进行书写。最后，你可以开启同步，在所有三星装置，包含平板跟手机上同步笔记。所有 S Pen 的快捷选单也都支援，例如你可以透过圈选工具选取内容后，直接在截图中写下重点，或是点选在画面上，接着透过拖拉放的使用方式，把图片快速插入到你的 Word。你也可以使用截取文字的功能，例如遇到文字不能复制时，就可以使用智慧选取，透过系统辨识画面上的文字，接下来就可以复制啦。当然，也能使用神奇的去背功能，透过智慧选取进行快速去背，或是在遇到不会的单字时，使用悬浮翻译。你甚至可以透过智慧选取，把画面上的内容录制成 GIF， 接着就能快速分享。整体来说，有了 S Pen 真的不只是多一支笔，而是整套的 S Pen 生态。这也是大家为什么这么期待 S Pen 登陆折叠的原因吧。而在 Z Flip 3上，则是采用了一块 6.7 寸22:9的120赫兹折叠萤幕，采用 Full HD Plus Dynamic AMOLED 2X。这次的峰值亮度也达到1200尼特，外萤幕的尺寸也来得更大，可以支援更多功能的独立操作，例如查看更多通知、接听电话、直接上拉开启 Samsung Pay 等等。搭载一块 1.9 寸的 Super AMOLED 萤幕，重点是最大亮度可以达到935尼特，外萤幕也可以根据个人风格选择不同设计。
顺带一提，在折叠萤幕上，同样是塑胶保护层搭配上 UTG 超薄可折式玻璃的组合，三星这一次也提升了80%的耐用性。受益于 UTG， 除了能让折叠萤幕有更好的韧性，更重要的是萤幕在触感上会更接近一般手机萤幕的硬式触感，并且表面也会更加平直。折痕一样有，但就跟前面2代折叠机种一样，在点亮萤幕后，自己观看时其实不太容易看到。音效上同样搭载旗舰必备的双喇叭，帮你以下也提供一组实测供大家参考。而在相机部分 ，Galaxy Z Fold 3 5G 在规格上还是相对保守，应该还是在体验跟机身空间上的考量。由上到下分别是 f2.2 123度超广角镜头，接着是跟 S21 5G 尺寸一样的1.7寸的 f1.8 1200万画素广角主镜头，拥有 OIS 光学防手震，支援 DP 快速对焦。最后一颗是 f2.4 1200万画素2倍光学长焦镜头。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想用内萤幕拍照的朋友，可以把快门从底下拖拉到适合手持的位置。三星也已经贴心的把变焦位置放置在左侧，直接滑动就能变焦。此外 ，Z Fold 3 5G 跟 Z Flip 3 5G 也都支援 Flex Mode 的拍照模式，你可以透过一半的萤幕取景，另一半的萤幕进行操作跟预览，或是固定在某个角度进行缩时摄影等等。而在 Z Fold 3上，则是支援拍摄检视模式，可以透过右半边进行取景，左半边即时预览拍照结果，背景处理也会即时显示在预览视窗中。而在 Z Flip 3上，则是采用2.55寸 f1.8 1200万画素广角主镜头，拥有 OIS 光学防手震，支援 DP 快速对焦，以及 f2.2 1200万123度超广角镜头。以下邦尼也直接提供日拍样张。整体来说，在日拍上，两款都继承了三星过往的调教风格。比较大的差异是 Z Fold 3 5G 的视角更宽广一些，在细节上，两者在日拍下的表现都没问题。以下邦尼也提供更多样张。在望远上，拥有2倍光学镜头的 Z Fold 3 5G 则会更优势一些。而在 Galaxy Z Fold 3 5G 上，同样有夜间模式，不论是自拍、主镜头或超广角都可以使用。以下邦尼也提供样张。整体而言 ，Galaxy Z Fold 3 5G 的相机模组虽然没有极致的堆料，但其实表现也有一定水准。尤其主镜头采用的是1.7寸的感光元件，夜拍表现也是在水准上。超广角则还是在三星比较稳的范围内，搭配上夜间模式，也都有点亮黑夜的能力。录影部分 ，Galaxy Z Fold 3支援最高4K 60fps 录影。同样支援拥有类似峰值对焦的专业影片模式，也可以把蓝牙耳机变成类似 mini 麦收音麦克风，同时也支援启动多镜头，可以即时切换的最佳导演模式，以及超稳定动态摄影。重点是，因为 Z Fold 3 5G 可以透过主镜头自拍，所以超稳定动态摄影也可以在封面萤幕自拍时启动，非常适合 Vlog 自拍。而大家讨论度蛮高的萤幕下镜头，这边邦尼想先拉回上一代来说，在 Z Fold 2时，大家在讨论的是内萤幕究竟需不需要开孔。邦尼自己还是认为需要保留，尤其以 Fold 系列的定位来看，内萤幕的镜头在视讯、脸部解锁上还是实用。而这代三星则是带来了萤幕下镜头的解决方案，不过可以明显看到，三星在相机功能上的优先级还是大于显示。简单来说，萤幕下镜头的做法就是运用 OLED 面板可透光的特性，
降低镜头区域的密度，让微弱的光线可以穿透萤幕，达到感光元件。而这个技术在目前还是蛮两极的。若是想要有更好的相机效果，就必须降低镜头区域的像素密度，让更多的光源进入感光元件。不过在视觉上就可以看到一点一点的像素，在镜头上也会来得更明显。当然，若是追求显示效果，拉高像素密度，就会相对看不出来，但也就表示进入相机的光源会更少。而三星的解决方案，除了降低密度让光源透过，也采用了 f1.8 400万的镜头模组。大家应该也看懂了，降低相机画素就是为了提升像素尺寸。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让感光元件的每个像素可以获得更多光线，保证画质。实际体验分成2块来说，分别是萤幕跟相机。萤幕上其实只有在显示白黑，会比较容易发现有镜头的存在。只要画面上显示的是有颜色的内容，例如看影片，其实就足以忽略。毕竟原本有开孔的使用体验，就已经可以达到大多数时间忽略，没理由萤幕下镜头会更显眼。如果是以相机的面向来看，邦尼认为表现就是堪用，不逆光，差异有限。但在逆光下，因为萤幕上像素跟电路的阻挡，还是会产生光晕。虽然三星的除雾算法已经修正蛮多了，但效果还是不及一般的萤幕下镜头。不过其实没关系，老实说，邦尼认为三星在萤幕密度上的确可以再大胆一些，因为 Galaxy Z Fold 3有着内外2个萤幕，所以你可以在拍照时点击右上角的自拍按钮，接着你就可以使用主镜头或超广角镜头进行自拍。用主镜头自拍应该就是目前最棒的自拍镜组，所以在 Fold 系列上尝试萤幕下镜头的确是最适合的选项。因为光是可以自拍的方法就有3种，即使萤幕下镜头效果不满意，也可以直接使用主镜头自拍。尤其透过超广角自拍真的非常实用。但是当然啦，如果为了追求萤幕效果而放弃自拍体验，也不是好的解法，就只能取一个平衡啦。以下邦尼也直接提供每个镜头的自拍样张。而在 Z Flip 3 5G 上，也可以快速按2下电源键，透过封面萤幕进行自拍。你也可以上下切换主镜头跟超广角，左右切换拍照或录影。不过目前只能拍摄1:1的比例，期待后续可以开放调整。以下也提供样张供大家参考。接着来看效能，邦尼手上的 Galaxy Z Fold 3 5G 搭载 Qualcomm Snapdragon 888，搭配12GB RAM 以及512GB ROM。而 Galaxy Z Flip 3 5G 同样搭载 Qualcomm Snapdragon 888，搭配8GB RAM 以及56GB ROM。跑分测试可以参考以下表格。以下邦尼也不废话，直接进入游戏实测。首先是 Z Fold 3 5G 在 PUBG M HDR 高清极限帧率连续玩30分后， Z Fold 3 5G 平均帧数落在了 59.7 FPS， 顺跑满没问题。温度上最高达到正面 35.3 度，背面 35.6 度，温度表现可以说非常不错。应该是受益于 Z Fold 3 5G 比较大的机身面积，温度真的算偏低。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主要的发热集中在右侧。而在 Z Flip 3 5G 这边，在 PUBG M HDR 高清极限帧率连续玩30分后，平均帧数落在59 FPS。不过可以看到后半段帧率起伏比较多一些，温度稍微更高，正面最高 36.1 度，背面 36.9 度。以2021旗舰平均40度以上的标准来看，温度不算高。888应付 PUBG M 还是比较平稳，但也合理，因为 Z Flip 3 5G 的转轴结构限制，主要硬体都集中上半部，散热面积也比较小，所以帧率受到了影响。比较可惜的是，在邦尼测试的当下，原神尚未开放这2款手机的60 FPS 模式，无法体验性能测试软体，后续有机会再来测。而在续航上 ，Z Fold 3 5G 搭载4400毫安时电池。在续航测试中，邦尼一样会分为封面萤幕以及折叠萤幕2个项目来测。毕竟在日常使用中，使用的机会大多是一半一半。需要注意的是，邦尼正式采用了新版的测试标准，不能跟过去的结果进行对比。封面萤幕60Hz 下拿下了10小时26分，120Hz 则是达到9小时25分。折叠萤幕因为解析度跟面积都更高，60Hz 拿下了7小时44分，120Hz 拿下了7小时1分钟。不过以结果来看，其实是比上一代好上一些，应该是受益于这代更省电的萤幕硬体。在使用体验中，封面萤幕搭配折叠萤幕都在120Hz 的设定下，日常使用可以一天一充。
不过若是重度使用者，可能就需要搭配行动电源使用。而在 Z Flip 3 5G 上，受限于机身空间，搭载3300毫安时电池，60 Hz 拿下了7小时50分，120 Hz 拿下了6小时30分。邦尼建议搭配行动电源使用。而在充电测试上 ，Galaxy Z Fold 3最高支援25瓦快充，在邦尼的0到100%快充测试中，30分就能充满45%，1小时充满83%，完全充满则是1小时又26分。Galaxy Z Flip 3则是最高支援15瓦充电，在邦尼的0到100%快充测试中，30分就能充满48%，1小时充满84%，完全充满则是1小时又26分，还是符合三星控制在类似时间充满的习惯。同时，两者也都支援气无线充电以及无线电力分享，搭配智慧穿戴或耳机都非常实用。当然，你也可以帮其他手机反向充电。此外，两者也都支援 Samsung Pay 以及非常好用的 Samsung Pay 悠游卡。生物安全辨识则是支援实体指纹辨识以及脸部辨识。邦尼推荐大家可以在设定中把永远开启指纹打开，就可以触碰直接解锁，不用按下电源键。而脸部辨识在内外萤幕都可以使用，内萤幕展开时也会自动启动辨识。整体来说，全新的 Galaxy Z Fold 3 5G 以及 Z Flip 3 5G 使命非常明确，就是在尽可能均衡的体验下加入关键的元素，例如 Z Fold 3 5G 上的 S Pen 更省电的内外萤幕120 Hz、IPX8 防水等等。更重要的是，两者都迎来了降价。Z Flip 3 5G 走进了一般旗舰的价位带，Z Fold 3 5G 则是到了想买捏一下口袋就可以上去的位置。对许多人来说，价格绝对就是关键影响项。好啦，想了解更多的折叠实际体验，欢迎参考邦尼先前推出的 Z Fold 2 5G 评测。关于更多 S Pen 的使用教学，则是可以参考邦尼所有 Tab 系列的评测。本集节目就先到这边，有任何邦尼没说到或没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